2026年的今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走到街上，随便拦住10个路人，问他们一句“哎 ，AI 是什么？”你猜他们会回你什么？我告诉你，会有一大半的人想都不用想，张口就是3个字 ：ChatGPT。各位观众，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其实有点毛骨悚然 ？ChatGPT 它只是 OpenAI 底下一个产品的名字而已，结果呢，它变成了整个 AI 的代名词。就跟我们平常说你去 Google 一下一模一样。Google 明明是公司名，却变成了上网搜寻这个动作本身。你知道 ChatGPT 有多猛吗？它2022年底一上线，只花了差不多2个月，全世界就冲到1亿个使用者，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消费级产品，没有之一。到了2026年的今天，每个礼拜有好几亿人在用它。那问题来了， Google 有没有做 AI？ 有啊，叫 Gemini， 技术顶尖。 Anthropic 有没有做 AI 助理？有，叫 Cloud， 一堆工程师爱得要命。黄仁勋的 NVIDIA 靠着卖 AI 晶片，市值一路冲破4兆美元，变成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之一。这些巨头个个身怀绝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可是各位观众，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恐怖的事？在一般人的脑袋里， AI 就约等于 ChatGPT。 这场世纪大战打的根本不是技术谁强，打的是你脑袋里那个位置到底是谁先住进去的，谁先卡进去谁就赢一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的东西，2个字：定位。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世界上最贵的房地产不在台北，不在东京，就在你的脑袋里。所有的商业竞争说到底都是在抢这一块地。这一集我就把这套抢脑袋的功夫一招一招拆给你看。坐好，我们开始。先说这本书的来头，你才知道今天听的东西有多值钱。定位这本书英文叫 Positioning: The Battle for Your Mind， 直接翻就是定位，一场争夺你心智的战争。作者有2个，一个叫 Al Ries 艾尔莱兹，一个叫 Jack Trout 杰克屈特。这2个人是干嘛的？他们是美国广告界的老江湖，在麦迪逊大道混了一辈子，看过的品牌生生死死，比你我吃过的饭还多。定位这个概念最早是他们在1972年在一本叫《广告时代》的杂志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丢出来的。后来1981年集结成这本书正式出版。各位观众，1981年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脸书，没有抖音，没有 ChatGPT。 可是这本书被美国广告界票选为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行销书，没有之一。你可能会问，教练，1981年写的东西到2026年还能用吗？我直接告诉你，不只能用，而且是越到今天越可怕，越重要。为什么？因为莱兹跟屈特当年就看穿了一件事，我们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他们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的脑袋是这个被资讯过度轰炸的社会里唯一的防御工事。你想想，1981年资讯就已经爆炸了，那2026年呢？我们现在每天被多少东西轰炸？打开手机，短影音、广告、推播、电子报、群组讯息，1秒钟几百个资讯往你脸上砸，你的脑袋早就满都爆出来了，关起门来不收户了。在这种时代，你的产品再好，你的技术再强，只要挤不进消费者那个已经塞爆的脑袋，你就等于不存在。所以我才说，这本书在 AI 时代不是过时，是封神。因为现在心智这块地比1981年还要挤上100倍，这场抢脑袋的战争只会越打越凶，越打越贵。而这本书就是那本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工程手册。今天我帮你把里面的招全部翻出来。好，我们进入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观念，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刻在脑门上。定位不是你对产品做了什么，而是你对潜在客户的心智做了什么。再讲一次，因为99%的老板都搞错。大部分的人以为我要成功就是要把产品做得更好，功能更多，品质更棒，价格更便宜。错，赖兹跟屈特说，定位的战场根本不在工厂，不在你的产品，也不在你的办公室，战场在客户的脑袋里。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你去便利商店看到2瓶水，一瓶叫 Avian 依云，一瓶是普通矿泉水，里面装的都是水，对不对？成分一模一样，
可是依云可以卖你60块、80块，普通矿泉水卖你20块，差别在哪？差别根本不在那瓶水，差别在你脑袋里对依云的认知。你觉得它高级，来自阿尔卑斯山，有质感，喝起来比较厉害。这个认知就是定位。看懂没？产品是死的，认知是活的。真正决定你买不买、买贵买便宜的，从来都不是产品本身，是你脑袋里对它的看法。所以行销的本质是什么？行销不是产品的战争，是认知的战争。你卖的东西再好，只要客户脑袋里觉得你不行，你就是不行。反过来，你东西普普通通，但客户脑袋里认定我是第一名，你在市场上就是第一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技术超强的公司会倒。工程师出身的老板最爱犯这个病，他们拼命把产品打磨到完美，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够好，客户自然会上门。结果呢，客户根本不知道你存在，或者他脑袋里那个位置早就被别人占满了，你再好也是白搭。定位这门功夫就是教你怎么不去砸大钱改产品，而是去撬动客户脑袋里那个认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记住了。第二个观念讲的是你的对手到底有多难搞，因为人的脑袋容量小得可怜。赖兹跟屈特说，人的心智为了对抗这个资讯爆炸的世界，会自动启动一个防御机制，它会拒绝掉大部分的资讯，只留下极少数。你的脑袋就像一块海绵，但它早就吸饱了，你泼再多水上去，它一滴都吸不进去。他们提出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心智阶梯。什么意思？在每一个产品类别里，你的脑袋会自动排一个梯子，一阶一阶把品牌排上去。而且残酷的是，这个梯子通常只有那几阶。心理学上有个7法则，一般人的脑袋对一个类别最多只记得住大概7个品牌，而且说实话，大部分人连7个都记不住。不信我考你，可乐你讲得出几个？可口可乐、百事，然后呢？卡住了，对不对？牙膏，高露洁黑人牙膏，然后呢？速食，麦当劳、肯德基，再来呢？你发现了吗？每个类别你脑袋里能立刻叫出来的就那2、3个，顶多3、4个。排在第1阶的通常吃掉市场一大半，排第2的吃剩下的一半，排到第3、第4只能喝汤。至于排在梯子外面的那些，对不起，你根本不存在，客户想都不会想到你。这就是为什么定位这么难又这么重要，因为你要挤进去的是一个只有几个位子，而且早就坐满人的梯子。你想想，一个新品牌要冒出来，他面对的根本不是把产品做好这么简单，他面对的是客户脑袋里那个梯子压根就没有你的位子。所以真正的高手在干嘛？他不会傻傻的跑去跟梯子最上面那个硬挤，他会先冷静的问自己，我到底要爬哪一个梯子？我在客户脑袋里现在站在第几阶？想清楚这件事，比你埋头把产品多做几个功能重要100倍。第3个观念是整本书最狠也最实用的一招，进入人心最快的路就是当第一。赖兹跟屈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应该表框挂起来。在传播过度的社会里，成为第一是进入心智唯一的捷径。为什么当第一这么重要？因为人的脑袋只记得住第一。我来考你，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阿姆斯壮，对不对？脱口而出。那第2个踏上月球的人是谁？卡住了吧？其实他叫艾德林，跟阿姆斯壮同一趟任务，前后就差几分钟。可是你的脑袋只记得那个第一。全世界最高的山是圣母峰，那第2高的山叫什么？很少人答得出来。世界最长的河，你的初恋，你人生第1份工作，你脑袋永远给第1留一个 VIP 座位，第2名之后，抱歉，一片模糊。商业上更是这样，第1个做可乐的是可口可乐，100多年了还是老大。第1个做随身听的是 Sony Walkman， 第1个把搜寻引擎做到称王的是 Google 甚至直接变成一个动词，你去 Google 一下。你注意到没有？我开头讲的 ChatGPT 也是同一套路。他第1个把跟 AI 对话这件事儿炸进全世界的脑袋，结果 AI 就约等于 ChatGPT。这就是领导者定位的威力。
第一个进到客户脑袋里的品牌会被当成正宗、原创、标准答案，后面来的不管你做得多好，都会被下意识当成模仿的、山寨的、跟风的。你砸再多钱都很难把第一个赶出去，因为要把一个已经住进脑袋的认知踢出来，比登天还难。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当第一，第一个进某个市场，第一个讲某个概念，第一个做某件事儿，你要不顾一切的冲进去，先卡位再说。因为卡位的成本永远比后面翻盘的成本低太多太多了，这是定位的黄金第一课。但问题来了，你会说，教练，道理我懂，可是好的位子早就被人占满了。可乐有可口可乐，手机有 Apple， 搜寻有 Google， 我一个小虾米是要去当哪门子的第一？好，这就是第4个观念，也是这本书送给所有后进者、小公司、素人的一份大礼。如果你没办法在现有的类别当第一，那你就自己开一个新类别，然后在这个新类别里当第一。这句话你一定要抄下来。它的原意是这样：如果你挤不进客户脑袋那个梯子的第一阶，那就自己搬一个全新的梯子进去。我举个经典例子，当年可口可乐是可乐界的老大，稳如泰山。七喜汽水怎么办？他硬碰硬打得赢吗？打不赢。所以七喜干了一件天才的事儿，他不说自己是最好喝的汽水，他说自己是非可乐，英文叫 The Uncola。你看懂这招没有？他等于在客户脑袋里硬生生开了一个新类别，叫不是可乐的那种饮料，然后在这个新类别里他就是第一。他根本不去跟可口可乐挤那个旧梯子，他自己搬了一个新梯子进来，一屁股坐上第一阶。这招在今天更好用。你不要想着去当第一个做手机的，那轮不到你。但你可以当第一个专门帮牙医做行销的，第一个为露营族设计的咖啡，第一个专门教50岁以上创业的老师。市场越切越细，你当第一的机会就越大。赖子有句名言：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与其在一个大市场里当一个没人记得的第7名，不如在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利基市场里当那个唯一的被所有人记住的第1名。因为脑袋只认第一，他才不管你这个第一的池子是大是小。各位观众，这一招是所有没资源、没背景的人唯一能翻身的路，记牢了。等一下龙虾 AI 应用那段，我会告诉你怎么实际操作。第5个观念是给你这种要挑战老大的人用的。如果你不是第一，千万不要正面硬碰领导者，你要做的是重新定位你的对手。什么叫重新定位对手？就是你不去吹自己有多好，你反而想办法在客户脑袋里把那个老大挪一个位置，挪到一个对你有利的位置去。讲一个行销史上最经典的案例，租车公司 Avis 安维斯，他是市场老二，老大是 Hertz 赫兹。老二日子很难过，对不对？结果 Avis 打了一个名留青史的广告，标语是这样讲的： Avis 在租车业只是老二，那你为什么还要租我们的车？因为我们更努力。英文原话是 We're only number 2, we try harder。 各位观众，你品一品这招有多高明。一般公司都拼命吹自己是第一、最棒、最好， Avis 反其道而行，他大大方方承认，对，我就是老二。但他马上补一刀，正因为我是老二，我不敢摆架子，我得拼了命服务你，讨好你，比那个高高在上的老大更努力。这一招下去，他反而在客户脑袋里把老大 Hertz 重新定位成一个大是大，但可能很官僚、很摆烂的形象，而自己变成那个虽然小但更用心的贴心老二。结果他的市占跟获利一飞冲天。这招的精髓在哪？他不是去攻击老大说你很烂，那样客户不会信，因为老大在他脑袋里早就是第一了。他是巧妙地借用老大第一这个既定认知，去反衬出自己的差异。你是大，我就是贴心；你是老牌，我就是创新；你是给爸妈用的，我就是给年轻人用的。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也是玩这招，他打不赢可口可乐那个正宗、经典、100年的定位，那他干脆说可口可乐是你爸爸那一辈喝的，百事是新一代的选择。他把可口可乐重新定位成老气上一代，自己抢下年轻潮。看懂没？打不赢对手的强项，就想办法把他的强项变成他的包袱。第6个观念，我认为是整本书可以直接拿去用，威力最大的一招，
在客户的脑袋里占领一个字。什么意思？赖兹跟屈特说，最强的品牌会在客户心智里牢牢绑定一个字或一个词。当客户想到那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你；当客户想到你，跳出来的就是那个字。这叫一个品牌一个词。我直接给你看几个教科书等级的例子。Volvo 富豪汽车，它占领哪个字？安全。全世界一想到最安全的车，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 Volvo。它几十年来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产品设计都死死围绕着安全这两个字打。它不跟你比谁跑得快，谁比较豪华，它就死咬安全不放。联邦快递 FedEx， 它占领哪个字？隔夜道。它有一句经典的标语，翻成中文大概是：当你的东西绝对一定要在明天早上送到的时候。他把隔夜必打这件事牢牢刻进所有商务人士的脑袋。你有急件，明天非到不可，你脑袋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它。还有邦宝适占领纸尿裤，可口可乐占领正租， BMW 占领驾驶的乐趣， Google 占领搜寻。你发现规律没有？这些伟大的品牌都不贪心，他们不想当所有东西，他们只要当一个字。因为脑袋的容量太小了，你想塞给他10个好处，他一个都记不住；你只塞给他一个，他反而记得死死的。所以你今天做生意一定要逼自己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客户只能用一个词来记住我希望那个词是什么？是最便宜、最快、最专业，还是最懂新手？想清楚这个字，然后把你所有的力气、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产品全部集中火力去打这一个字，站住了，这个字就是你在客户脑袋里的家，别人抢都抢不走。讲完占领一个字，就要接第7个观念，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专注与牺牲。你想在脑袋里站住一个字，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舍得。赖兹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聚焦》，核心就一句话：想代表所有东西的人，最后什么都代表不了。各位观众，这是人性最难的一关。做生意的人都贪心，什么钱都想赚，什么客人都想要。你问他你们公司做什么，他能跟你讲半小时，说我们什么都做，什么都会，什么都强。结果客户听完脑袋一片空白，一个字都没记住。定位的本质其实就是牺牲，你要主动放弃一大堆东西，才能在一个点上变得无比锋利。Volvo 为了安全就得牺牲跑得快、超豪华这些诉求。你要当最便宜，你就得牺牲高级感；你要当最高级，你就得牺牲便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就是定位残酷的地方。你不敢牺牲，你就没有定位。那第8个观念跟这个直接呼应，叫品牌延伸的陷阱，英文叫 line extension。这是赖兹跟屈特骂的最凶的一件事。什么叫品牌延伸？就是一个品牌红了，老板开始贪心，把这个名字什么都拿去挂。原本你卖汽水卖得好好的，结果你出汽水口味的洋芋片、汽水口味的糖果、汽水牌的矿泉水。你以为是在借光蹭品牌名气，其实你是在稀释你的定位。你想想，本来客户脑袋里你这个名字等于一个很清楚的东西，结果你这也挂那也挂，挂到最后，客户一想到你的名字，脑袋里是一团浆糊，他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谁，代表什么。那个好不容易站到的字，就这样被你自己亲手洗掉了。所以真正懂定位的人会克制，红了不乱延伸，宁可再开一个全新的品牌，也不把原本那个干净的定位搞脏。看懂没？名字是你插在客户脑袋里的一只钩子，一个名字只能勾一个东西，你挂太多，钩子就断了。讲到这里，我把整本定位浓缩成一句杰森教练式的狠话，你今天别的全忘光都没关系，就记着一句：你要打的从来不是一场产品的仗，你要做的是在客户的脑袋里抢下一个房间，然后把门反锁起来。再讲一次，慢慢品。生意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是价格，是通路，是谁的功能多，但你把皮剥开，骨子里全部都是在抢同一块地，客户脑袋里那一小块地。这块地小得可怜，位子早就坐满了人，
而且一旦有人住进去，你要把他赶出来，比登天还难。所以你真正该做的，从来不是把产品做到100分，把产品做好，那是入场的基本门票，不是胜负手。真正的胜负手是，你有没有办法在客户脑袋里抢下一个清清楚楚的位置，让他一想到某个需求、某个字，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你，然后你把这个位置死死守住，别人拿钱砸都砸不走。赖兹跟屈特那句原话其实已经写在书名上了，定位就是一场争夺你心智的战争。各位观众，这场战争从你创业的第一天就开打了，差别只在于你是睁大眼睛有意识的在抢这块地，还是傻傻的把地白白让给了你的对手。看懂这一句，你今天这支影片就值回票价了。讲了这么多观念，我知道你想听实战，我给你3个真实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证的案例，把定位讲到你骨子里。第一个，台湾的全联。各位观众，全联刚起步的时候，店面又土又不起眼，比不上量贩店气派。他怎么打？他死咬一个字：便宜。他的口号就是实在，真便宜。他甚至拍广告，大大方方承认，我们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一堆服务人员，以前连刷卡都不提供，就是因为省下这些成本，我才能把价格压到最低，回馈给你。你看，他把杨纯这个看起来的缺点重新定位成所以我才便宜的优点。他在台湾人脑袋里牢牢站住便宜、实在这个位置，一路做成全台湾最大的超市之一。这就是占领一个字的威力。第二个，鼎泰丰。全世界会做小笼包的餐厅几千几万家，为什么鼎泰丰可以红遍全球？外国人来台湾指定要吃，因为他没有贪心的说我是一家什么菜都卖的中华料理，他把活力狠狠集中在小笼包这一个品项上，一颗小笼包几折几克，全部标准化到极致。他在全世界饕客的脑袋里站住了顶级小笼包这个位置，专注就是他最深的护城河。第三个，我讲一个反面教材，超级有名，你一定要去查。可口可乐在1985年干了一件蠢事，他看百事节节逼近，就想说，那我把配方改一改，推出一个更好喝的新可乐。结果呢，全美国的消费者暴动抗议，把客服电话打爆。为什么？因为在消费者脑袋里，可口可乐等于正宗、经典、不变的味道，你把它改掉，等于动了他们脑袋里那个神圣的位置。可口可乐被骂到受不了，几个月后乖乖把原本的配方请回来，改名叫经典可乐。这件事告诉你，客户脑袋里那个定位比你产品好不好喝重要10000倍。好，正面案例讲完，我要帮你踩个刹车，因为我看过太多创业者一头栽进3个定位的大坑，摔得头破血流。你一定要记下来。第一个坑也是最致命的，想讨好所有人。你问他你的客户是谁，他跟你讲所有人都是我的客户啊。各位观众，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他要完蛋了。想讨好所有人的下场就是感动不了任何人。你的讯息一发散，客户脑袋根本抓不住你，记不住你。真正的高手是反过来的，他清清楚楚知道我只服务某一种人，其他人不是我的菜，我主动放弃。你越敢放弃，你在那一小群人心里就越锋利，越被记住。第二个坑，品牌无限延伸。这个我前面讲过，这里再敲一次警钟，因为犯的人实在太多。生意一好起来，老板就开始飘，想说我这块招牌这么红，做什么都能赚，于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什么都挂同一个名字。结果原本清清楚楚的定位被你自己越搞越模糊，客户到最后根本不知道你是谁。记住这句，延伸的越广，定位就越浅，守住你那一个字比什么都重要。第三个坑，只顾改产品，不顾心智。这是工程师、技术宅、职人型老板最容易犯的病。他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拿去把产品打磨到完美，加功能、拼品质、改规格，一心觉得只要东西够好，客户自然会上门。错，我前面就讲了，战场不在产品，在客户脑袋里。你产品做到100分，可是客户脑袋里没有你的位置，不知道你存在，不知道你代表哪个字，你这100分等于0分。各位观众，这3个坑，你现在就回头看看你自己的生意是不是正在踩。想讨好所有人，
什么都想做，只顾埋头做产品，不顾行销。只要中一个，你的定位就是模糊的。而定位模糊，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就等于慢性自杀。接下来这段是给我们龙虾学院的观众，那些一个人做生意的、素人创业的、小虾米想翻身的最重要的一段。我要告诉你，在2026年这个 AI 时代，你这种没资源、没团队、没背景的人，要怎么用定位加上 AI 杀出一条血路？核心就一句话，你不可能在大类别当第一，那你就切一个超级窄的利基，去当那个利基的第一名。我来给你具体的步骤。第一步，别想着当第一个做行销的、第一个做美容的、第一个卖课的，这些大梯子轮不到你。你要做的是不断的切，把市场切到细到不能再细。不是健身教练，是专门帮产后妈妈恢复身材的线上健身教练。不是记账师，是专门服务接案设计师的记账顾问。切到那个缝隙里，大公司看不上，但真的有人需要的地方，你就去当那里的第一名。第二步，占领一个字，想清楚你要在这群人脑袋里站住哪个词儿，最懂新手，最快交件，最有温度，选一个，然后把你所有内容全部围绕它打。第三步，这就是 AI 帮你开路的地方了。以前你要在客户脑袋里刷存在感，你得花大钱打广告，请一整个团队。现在呢，你一个人用 AI 就能干一整个内容部门的活。你可以用 AI 帮你每天产出短影音脚本，帮你写贴文，帮你做图，甚至帮你做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 AI 数字人，替你出镜讲话。你用 AI 大量、高频、持续的在你那个超窄利基的客户面前刷脸，反反复复讲同一个定位、同一个字。各位观众，你想想，一间大公司要转身有多慢？他要开会，要编预算，要层层审批。你一个人加上 AI， 今天想到一个定位，明天就能产出50支内容砸出去。在抢下一个超窄利基的第一这件事上，小虾米加 AI 速度比大鲸鱼快太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素人翻身最实在的一条路。讲到这里啊，我跟你讲点真心话，聊聊我自己，聊聊龙虾学院是怎么靠这套定位的功夫活下来的。各位观众，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做 AI、教 AI、帮人做行销的有多少吗？多如牛毛。你随便一搜，什么 AI 课程、行销代操、社群经营、广告投放，满坑满谷，杀成一片血海。如果我当初也跳进去说，我是一个教你做行销的老师，我帮你做广告代操，那我就是那个梯子上第7名、第8名，根本没人记得的路人甲，早就被淹死在红海里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去跟那一大堆人挤行销 AI 课程这个旧梯子，我自己搬了一个新梯子进来。这个梯子上面写着5个字 ：AI 数字员工。你发现了吗？我不是在教你用 AI 工具，那种东西市面上一大堆。我是在讲一个全新的概念，把 AI 变成你公司里一个一个不用睡觉、不用发薪水、365天上班的员工。你需要短影音，我给你一个 AI 内容员工；你需要客服，我给你一个 AI 客服员工；你需要业务开发，我给你一个 AI 数字人业务。这是一个新的类别，一个我可以当第一的类别。我甚至把我自己做成了一个 AI 数字人，24小时帮我出镜、讲课、发影片。这本身就是我定位最强的活广告。我不是嘴巴强讲，我是把我自己变成了那个 AI 数字员工的样本。各位观众，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要臭屁，我是要让你亲眼看到定位这套功夫不是书上冷冰冰的理论，是我自己每天在用赖以为生的武器。我没有比那些大公司有钱有资源，但我在 AI 数字员工这个词抢先卡了位。当有一天越来越多人一想到把 AI 当员工用，第一个就想到龙虾学院，想到杰森教练，那我这场心智的仗就打赢了。这就是定位的力量，我把它亲身走一遍给你看。好，接近尾声，我帮你把整本定位的精华浓缩成5个重点，你把它刻进脑袋，今天就没白来。第一，定位不是改产品，是改客户脑袋里的认知，战场永远在客户的心智，不在你的工厂。第二，人的脑袋容量小得可怜，每个类别只记得住那几个品牌，你要么想办法挤进那个梯子，要么就别玩。第三，
进入人心最快的路就是当第一，当不了现有类别的第一，就自己开一个新类别，去当那个新类别的第一。第四，在客户脑袋里死死站住一个字 ，Volvo 是安全 ，FedEx 是隔夜道，那你的品牌是哪一个字？想清楚，然后专注、牺牲，把所有火力集中在这一个字上，千万别乱延伸。第五，打不赢老大就重新定位老大，像 Avis 那样大方承认自己是老二，反而更努力把对手的强项变成他的包袱。各位观众，这5点你只要真的做到，你在你那个小池塘里就能当上那条所有人都记得的大鱼。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先预告一下，如果你觉得《定位》这本书够猛，那下一集你千万别错过。下一集我们要拆解 Al Ries 另一本神作22条商规，英文叫 The 22 Immutable Laws of Marketing。这本书把行销这件事变成像地心引力一样，你违反就会摔死的22条铁律，一条比一条狠，是所有做生意的人的必修课。我会一条一条帮你拆到见骨。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拜托你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想在客户脑袋里占领哪一个字，我会一则一则看，我们把商业智慧一本一本啃下去。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我们下期见。